攻略第5年，未婚妻为了满足患癌白月光想为家里留一个子嗣的愿望，执意要从结婚现场逃离，献身于他。我不同意，说如果他走了，我就会忘记我们之间的一切。未婚妻不信，狠狠地甩了我一个巴掌。我没空和你玩这些小把戏，既然你容不下余年，我们也没有理由继续在一起了。最后我攻略失败，系统惩罚我忘记他。他得知后却一夜白头，红着眼哽咽。文山，你再仔细想想好不好？我不能没有你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结婚会场的化妆间内，我换好了西装，正坐在可移动座椅上等他化妆。爱了温源5年，也攻略了温源5年，我终于等来这个抱得美人归的机会，心里既紧张又兴奋。相比之下，温源冷静得多，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任由化妆师怎么为自己打扮。我笑了笑，走上前，轻轻拉起了温源的手。圆圆，我好开心，我们终于要结婚了，以后我会为你遮风挡雨，你只需要乖乖在家里做我的小公主就可以了。温源终于有了反应，她淡淡一笑，应了声好。化妆师是我高价聘请的，技术又好，速度又快。没一会，温源的妆造和发型就都完成了。化妆师对个人风格的把握很得当。温源长相的长相是偏清冷的那一挂，化完妆之后更显得超凡脱俗，一副可观而不可亵玩焉的模样。我低头，一遍又一遍地看着温源精致的面容，心底泛起阵阵的甜蜜。老天垂怜我，赐给我这样一个完美无瑕的伴侣。温源见我一直看他，脸上浮现出一抹红晕，他咬着唇，躲开了我的目光。我被他这副害羞的样子逗笑，想低头亲亲他，温源却受惊似的紧紧捂住自己的唇，脸上甚至闪过了几分嫌恶。温源嫌弃的表情像是给我从上到下都泼了一盆冷水，连我那颗激动而紧张的心都凉了下来。我愣了一会，缓缓开口：小袁，你怎么了？和我结婚你不开心吗？温源似乎意识到了自己刚才行为的不妥，语气带了几分歉疚。不是的，文山，我只是还不太敢相信自己就快要结婚了，对我们未来的生活有些迷茫。小袁，你是不相信我会好好爱你吗？还是不想嫁给我了？你放心吧，在我心里没有什么比你更重要了，我不会让任何人有机会伤害你的，好吗？相信我，也相信你自己的选择。温源看了我几秒之后，伸手刮了刮我的鼻子。你这么严肃干嘛？我当然相信你啊，只是我感觉结婚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，比较紧张而已。我怎么会不想嫁给你呢？要是不想嫁给你，我肯定今天早上就偷偷逃走了。说到最后，温源的语气中带了几分笑意。听到他这样说，我整个人也都放松下来了，伸手摸了摸温源的头。小袁，不要紧张，我保证你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，我永远是你的小弟。温源被我逗笑，一脸羞怯地靠在了我的肩膀上，整个人都娇媚了许多。我扭头，在他额角留下一吻，如是珍宝般的握住了他的手。温存间，温源手机铃声响起，谁会在这个时候给他打电话呢？我拿起他的手机，点了接听，然后开通了免提。清冽而又带有一点鼻音的男声嗓音从对面传来：你好，我找温源，请问你是机主本人吗？这个声音听起来很熟悉，但我实在想不起来是谁了。我刚想问他有什么事，手机就被温源猛然夺去。
他长长的指甲在我的手背划下了2道血痕。我愣了一下，回过神来时，温源已经拿着手机进了卫生间。时间好慢，放慢了10倍一样。我在化妆室内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温源回来。到底是谁让温源绊住了脚？更何况是在我们办婚礼的这一天，心中一阵强烈的感觉涌出，我好像要失去温源了。突然冒出的这个念头，让我整个人呢都慌了神。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温源一定不会离开我的，一定不会。他打这么长时间的电话，说不定是出了什么紧急情况呢。事到如今，我只是不断安慰自己，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。又等了几分钟之后，我实在按耐不住了，赶紧跑到了温源进的卫生间的门口。圆圆，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在卫生间待了这么久，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出来，我都会一一帮你解决的。我们的结婚典礼都要开始了呢。圆圆，你准备好了就出来呀，我一直都在这等你。我像是自说自话一样，卫生间里毫无回应，我只能听到温源低低的啜泣声。我整个人几乎都贴在了门上，不敢错过一丝一毫的动静。如果温源有了任何闪失，我一辈子都不会放过自己。许久我都保持那一个动作，直至整个身体都有些僵硬。眼看婚礼就快开始，我赶紧叫来了保安。正当我们要破门而入的时候，温源终于出来了。与刚化完妆时的精致靓丽不同，她的婚纱裙摆有点乱，做好的发型都已经散乱了，眼妆被她哭花，结成块浮在眼皮上。圆圆，出什么事了？严重吗？需不需要我帮你处理呀？慌乱中，我拽住了温源的手腕，温源冷着脸甩开了我的手，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让化妆师给我重新整理一下妆面和造型吧。说完这句话，他就死气沉沉地回到了梳妆台前。听到温源的这句话，我整个人都放松下来了。我就知道他不会不要我的。20分钟后，温源又恢复了原本那个几近完美的妆造。走吧，圆圆，婚礼快要开始了。我拉着温源的手就要出化妆间，温源却好像定在了原地，任我怎么拉都纹丝不动。我扭过头，发现温源正一脸纠结地看着我。文山，我想和你说点事，你千万不要不开心。听到这话，我愣了一下，微微点了点头。余年刚刚给我打了电话，他得癌症了，只有1年时间了。听到这个名字，我整个人都惊出一身冷汗。江余年，他居然回来了吗？还这要巧的，在我和温源婚礼当天打电话说他得了癌症。我苦笑了一声，握着温源的手又紧了几分。圆圆，等办完婚礼，我和你一起去看看他好吗？你现在不要担心了。温源甩开我的手，声音都带了几分颤抖。不，来不及了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余年就这样死去。我耐住性子，低声下气地哄着温源。圆圆，癌症是有治愈的可能的，你别担心，现在外面这么多人在等着呢，我们先办完婚礼，耽误不了多久，好吗？我试图拉起温源的手，然而下一秒，他就抬起手狠狠打了我一个巴掌。徐文山，我说话你是听不懂吗？我说了，余年现在情况很危急，你非要在这个时间无理取闹吗？难道一场婚礼比一条鲜活的生命还重要吗？你这种漠视生命的人简直是太可怕了。我想我们不是彼此的最佳伴侣。瞬间我的脸就红肿了起来，但温源的话更像是一把把利刃，把我的心刺的都是窟窿。你的意思是我们到此结束，是吗？我对温源还存有一丝希望，我多么想告诉自己，这只是一场梦。对，接下来的这1年时间我都会陪着余年，你不用等我了。
温源丝毫没有犹豫，扯下头纱，转身就往外走。我苦笑一声，原来温源补妆不是为了奔赴我们的婚礼，是为了别的男人。你好，新郎和新娘要准备入场喽，不然时间来不及了。有人敲了敲门。好，你们稍等一下，我们马上就去。我擦了擦眼泪的泪水，给温源打了个电话，祈求他能够回来。1遍2遍，电话始终是无人接听。我不死心，忍着哭腔给温源发了条语音：圆圆，算我求你了，婚礼2个小时就能完成，不会耽误你去看江余年的。对面显示已读。我欣喜若狂，迫不及待地又发了一条语音过去。然而下一秒，屏幕上就出现红色感叹号。温源把我删了。我愣在原地，心里像是被灌了一大桶水泥。为了江余年，他果真能做到这个地步。门外又有人来催了，全场的宾客都在等我和温源。没办法，我只好整理好自己的情绪，走了出去。到了会场，我妈一脸焦急地迎上来：文山，小袁呢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？我低头抿了抿唇，温源出去办点事，可能暂时回不来了。听到我这样说，我妈一脸担忧，语气中也有了几分不满。这算怎么回事啊？哪有结婚当天新娘不参加的？你们俩到底在搞什么东西啊？我刚想解释，会场的工作人员就急匆匆地跑过来拽着我：快，新郎先上台呀，宾客都等着急了。我妈跟着我往前走，在工作人员的领导下，我上了台，司仪宣布新娘进场，但那头却始终没有动作。宾客的表情逐渐从刚开始的新奇转变为一脸的不耐烦。司仪似乎也没想到自己的职业生涯会遭受这次这么难的考验，他尬笑了2声，拿起话筒：新娘不要害羞了呀，新郎已经等你很久了，快点出来吧。然而回应他的只有会场所有人的沉默。温府坐不住了，走到台边，嗓门大到整个会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：女婿，怎么就你一个人？温源呢？这个死丫头不会逃婚了吧？我呆愣在原地，低头不语。说呀，温源那个死丫头是不是跑了？我告诉你啊，就算她跑了，彩礼我们也不会退的。我儿子娶媳妇还得买婚房呢。温母也在台下附和：对呀，可不是我们带她走的，和我们没关系啊。温源的父母是出了名的重男轻女，收了我家80万的彩礼补贴温源的弟弟，却只舍得陪嫁2床被子。温源刚开始和我在一起时，浑身都是被他爸爸打出来的伤痕，我悉心照顾他许久，伤疤才恢复一点。听到这话，我爸我妈按耐不住了：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现在受伤害的是我们家，是我儿子，你们不想着怎么把温源找回来，反而说这些话，你们会不会太过分了？温父温母哑口无言，脸都涨成了猪肝色，嘴里不断念叨着要打死温源。台下乱成了一锅粥，全都一脸戏谑地对着我指指点点。我甚至能感受到他们心底里的那股嘲讽。新婚当天，新娘就逃走了，任谁看，这都是一件荒唐至极的事情。我站在原地，整个人像是石化了一样，脑海中都是我和温源之间点点滴滴的回忆。温源和江余年是青梅竹马，两人从小就形影不离，做什么都粘在一起。他们俩都来自山区，村里人普遍都重男轻女。温源为了逃离被父母卖给邻村光棍的悲惨命运，晚上趁着父母睡着时，和江余年一起私奔了。不料两人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，温源被打个半死，江余年也被家人软禁在家中。半年后，温源在家人吃饭的锅里偷偷加了少量的安眠药。那晚，
他终于成功逃脱。在山路的入口，他遇见了刚刚支完教回城的我。我心疼他痛苦的遭遇，把他带回城市，照顾了很长时间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慢慢爱上了温源。温源每日都待在我的公寓里，不用上班，不用做饭，每天的生活都是逗逗猫、遛遛狗。我每个月的大部分工资都花在了他身上，支持他各种兴趣爱好，专门给他打造了一个衣帽间。温源由原本的自卑懦弱，被我养成了大方自信的性格。2年后，温源的父母找上门来，告诉我娶温源要拿出80万的彩礼。我这才知道，温源家里还有一个弟弟。我父母知道后极力阻拦，不让我和温源继续在一起。但是当时的温源在我心里已经是无法替代的存在了。我始终相信，爱一个人就要爱他的一切，所以我开始更努力的工作，攒到彩礼钱后，又劝说父母接受温源。我为他做了这么多，在温源心里，我还是一个可以随时抛弃的人。我不知道这么多年的感情，在温源心里到底算什么。想到这，我按耐住要哭的冲动，从司仪手中拿过话筒。谢谢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，今天出了点意外状况，请大家先离开会场吧，礼金我会按时退的。我对着宾客区深深鞠了一躬，转身离开了会场。回到家时，已经是下午了。我看着满屋子的气球发呆。明明几个小时前，温源还满心欢喜的要嫁给我，可是现在，偌大的婚房却只剩我一个人了。我瘫坐在沙发上，满屋的喜子现在看起来却极为讽刺。我从白天做到黑夜，温源却始终没有打过来一个电话。我的心也越来越凉。明明正值酷暑，我却像身处凛冽的寒冬，整个身子都止不住的打颤。可是我和温源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的心里终究对他残留着一丝希望。时间流逝得越来越快，我知道温源今晚不会回来了。原本今晚我会和温源度过美好又幸福的一个夜晚，可温源却亲手将这份幸福给毁了。手机铃声响起，划破了满屋的死寂。我看了眼界面，是温源打来的，我心中一喜，忙不迭地按了接听。电话那头传来的却是江余年的声音，他声音低哑，喘着粗气，仿佛整个人都处于一个飘飘然的状态。谢谢你啊，文山，让自己的老婆在新婚之夜来陪我了。你猜猜，我和你老婆在干嘛呢？温源娇媚的喘息声在我耳边响起，我听得两眼通红，甚至想冲到电话那头，把温源和江余年撕成碎片。我就知道圆圆还忘不了我，我告诉他自己要死了，让他给我生个孩子，他立马抛下你来找我。徐文山，你认输了吗？温源很怕疼，婚前他就和我多次强调，婚后他不想生孩子，可是现在他却为了给另一个男人生孩子，义无反顾地把我一个人扔在婚礼现场，孰轻孰重？我心里一下就明了了，我气得要吐血，手指忍不住颤抖。我似乎能想到两人不断交缠的画面，江余年的话更是像刀子一样，一次一次地插进我的心里。我的新娘在结婚当晚抛下我，要献身于另一个男人，为他生孩子，多么讽刺的一件事啊！余年，我爱你。温源带着颤音的嗓音又再次响起，我瞬间心如死灰。恋爱多年，他连一个我爱你都从没施舍给我过。沉默了许久，我才苦笑着回复江余年，告诉温源，我们再也不可能了。他在我心里划下的这道伤痕，永远都消失不了。挂上电话的那一秒，我顿时感到天旋地转，脑袋痛得厉害。下一秒，我就一头栽倒在地上，
宿主攻略失败，即将抹除关于温源的一切记忆。再次醒来时，映入眼帘的是我父母关切的表情，温父温母也站在角落，一脸心虚地观察我的反应。我妈见我醒来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扑到我身上。文山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就算没结成婚，你也不能想不开呀！妈妈都快被你吓死了。就连平时不苟言笑的我爸也站在病床前抹着眼泪。我一头雾水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到医院来。什么想不开呀？我怎么会来到医院？我妈听见这话，原本已经平息的怒意又马上腾起。还不是都怪那个温源，傻儿子，我早就和你说了，你跟温源不合适，你还执意要娶她，现在怎么样？吃亏了吧？我吓得立马从床上坐起来。我一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大小伙子，什么时候就要结婚了？结什么婚啊？什么温源？妈，你在说什么呀？听见我说这话，我爸我妈都面面相觑，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毕竟在他们心里，我爱温源爱得入骨，连他手指划破点皮我都会心疼得不得了。温父温母也按耐不住了，赶紧上前抓住了我的手。文山啊，你听爸跟你说，这件事都是温源的错，你可千万不要生气。等这死丫头回来了，看我不打死她，让你消消气。温父很是激动，说话时的口水都喷到我脸上了。我挣脱开他的手，擦了擦脸上的口水。我生什么气呀？我都不认识温源，为什么要生气？你们在开什么玩笑啊？这下轮到他们4个人面面相觑了。空气凝固了几分钟之后，我爸我妈就把我连拖带拽的弄到了拍脑部 CT 的地方，排队拍片子的间隙，我妈靠在我肩膀上小声啜泣，这孩子肯定受什么刺激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连脑子都不正常了。儿啊，你这样让爸妈以后咋办呢？你别像我们呢。我听不懂他们说的话，自然不知道该从哪个方面安慰，只能保持沉默。半个小时后，我拿到了脑部 CT 的报告单，报告结果显示我非常健康，身体倍棒，吃嘛嘛香，随时都能出院。我妈还是不放心，又和医生说明了一下我的情况。医生给出了最终解释是，可能是那段记忆对我来说过于痛苦，大脑出于保护我的目的选择性的忘记了。听到这个解释，我妈终于松了口气，只是她心底对温源的怨恨又多出了几分。现在只要听到温源这2个字，眼里都能冒出来火星子。我不喜欢医院那种压抑的氛围，更何况我一个无病无痛的大男人，摔个跤就一直住在医院，确实不太合适。第2天早上，我爸我妈带着我做过一个全身检查后就出了院。我坐在车后座没事干，只好拿着手机刷视频。微信收到了几个消息通知，我点开来，发现是发小张弛发给我的。我点开那条语音，发小不解又带点愠怒的声音传来：“你和温源怎么回事啊？他婚礼现场逃跑也就算了，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紧急情况，没想到这女人是跑去和别人去三亚旅游了，真是不要脸。”听完语音后，我点开了他发来的图片，那个他口中的我的结婚对象发了一组9宫格的照片，其中大多都是他穿着比基尼在沙滩上和一个男人的合照。那个男人我倒是认识，是江余年，但是这个被称为我的结婚对象的人，为什么会和别的男人拍这么亲密的照片呢？我一头雾水，在列表中找到了那个被我备注成圆圆老婆的人，但是发现自己早就在昨天中午被拉黑了。既然如此，我也没必要热脸贴他的冷屁股，干脆在删除好友的那一栏点了确认。处理完这一切，压在我心口的那个巨石好像被粉碎了。
我整个人都是说不出来的轻松。与此同时，我爸带着我和我妈进了小区门，我们就要到家了。刚打开门，元宝和咪仔就迎了上来，拱到我的怀里。元宝是我从狗肉馆救回来的大金毛，咪仔是我从倒闭的猫咖中买回来的布偶猫。两个小家伙都非常粘人，常常会因为争风吃醋打得鸡飞狗跳。我起身回到沙发上，整个客厅的布置还是和昨天一样，天花板上都是红色的气球，窗户的透明玻璃上都贴上了喜字。我看着地上散落的彩带发呆。本来我今天应该成为别人的丈夫吗？儿子，你休息一会啊，我让你爸把这个屋子给你打扫一下，我去做菜，等会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好好吃顿饭。我妈随手扯下窗户上的红喜字，语气中带了些许愤愤不平。我轻轻嗯了一声，把布偶猫抱到腿上，轻轻挠着它的下巴。小猫闭着眼，一脸享受，咕噜咕噜的叫，让我原本郁结的心情都缓解了不少。逗猫的间隙，那个备注为圆圆老婆的人又打来了电话。理智告诉我不该接这个电话，但是我实在按耐不住自己的好奇心，还是点了接听键。温源暴怒的声音传来，声音尖利的快要把我的耳膜刺破。徐文山，我不就是没有按时参加婚礼吗？你至于在我爸妈面前装失忆吗？你知不知道他们把我骂成什么样了？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么个自私恶毒的男人？你懂不懂人命关天啊？余年都得癌症了，你就不能让他吗？我被他吼愣了，结结巴巴的说不出话。温源没有收到回复，怒意更甚。你装什么哑巴呢？徐文山，脑子坏了，难道嗓子也坏了吗？哪怕是脾气再好的人，被他这样无缘无故骂一顿也会不满，更何况我和他非亲非故，他对我来说和陌生人没什么两样。你是谁呀？我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说这些莫名其妙的话？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，接着温源就咬牙切齿地说：行，徐文山，你真有能耐，你等着，总有你跪下来求我的那天，到时候你可别怪我不给你面子。我一脸无语地挂掉了电话，在联系人的那一栏里把他拉黑了。这样被无缘无故骂一顿，简直像脚上趴了一个癞蛤蟆一样，不吓人但恶心人。这样的人还是早点拉黑为好，免得以后惹上一身腥。小山啊，谁给你打的电话呀？我妈带着围裙从厨房探出头，手里还拿着锅铲子。没事，妈，骚扰电话而已。我笑着回来，希望这个骚扰电话永远都不要再打来。半个多小时后，我妈做好了满满一大桌子菜，房子也被我爸打扫得差不多了，一桌子的菜基本都是我爱吃的。我坐在餐桌旁，整个心里是前所未有的开心和充盈。一碗米饭下肚后，刚刚被温源打扰的不快乐已经一扫而光了。小山啊，你和温源到底打算怎么办呢？见我心情好了许多，我妈才小心翼翼地问。我不明所以，他们怎么都这么关心一个跟我毫无关系的人？我不认识他呀，我说了很多遍了，跟一个陌生人我还能打算怎么办呢？小山啊，爸和妈都知道你心里对温源一直有怨气，但你老是赌气也不是个事啊。我们家彩礼都给了，80万可不是个小数目啊，咱总得想个解决方案啊，老是拖着也不是办法。一向沉默的我爸也开口劝我，看来连我爸和我妈都不相信我，觉得我是在和温源赌气。我叹了口气，一股深深的无力感涌上我的心头。我到底做了什么，才让所有人都不相信我？爸妈，我没有跟你们开玩笑，我是真的不记得有温源这个人了。我爸我妈还是不死心，一个劲地追问我，
那你记得你和温源是怎么认识的吗？你还记得婚礼当天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一一否认。我妈拿起手机，相册里的我和温源的合照放在我面前。你对你旁边的这个人真的一点印象也没有了吗？没有，一点印象都没有。见我这样说，我爸我妈终于相信了一点，我真的失忆了。我妈收起手机，往我碗里夹了点菜。行，儿子，忘了就忘了吧，我们以后一定能找到更好的。这顿饭大体来讲还算吃得愉快。吃饱了以后，我爸坐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，我和我妈在厨房里洗碗。不一会，门铃响了，温父温母吵着闹着闯了进来。我爸正愁一肚子火没处发，一个箭步就冲了上去。你们还有脸来？我们家文山都被温源害成这样了，你们上门来找骂的吗？现在就把我们家的彩礼退回来。我们徐家可不是任人欺负的冤大头，当初要不是我儿子好说歹说，你以为我会让你们家女儿进门吗？听到这话，温父温母瞬间就急了，赶忙拉着我爸的手不放。可不是这回事啊，亲家，温源那个死丫头就是个没良心的，我们的电话她也不接，你等着，我们马上就把这死丫头给你们抓回来，到时候随便你们处置，打死她我们也不会说什么。我看不下去，擦了擦手上的水渍，从厨房走出去。叔叔阿姨，你们不必这么大费周章，温源现在对我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，他干什么都和我没关系，我只想拿回属于我们家的一切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想法。温父温母一脸慌乱，要回彩礼简直就像要回他们的命一样。没了80万的彩礼钱，他们儿子的婚车婚房就没有着落了。我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回了厨房。你走吧，我们家现在不欢迎你们。推搡间，大门被关上，温父温母的吵闹声被隔绝在了门外。我的世界终于安静了，但是不得不说，温父温母的效率实在是高。第二天一早，他们就带着那个从未在我记忆里出现的未婚妻，再次敲响了我的家门。温源鼻青脸肿的，被温父温母强行拽着进了客厅。看到我时，他慌忙低下头，眼神有些躲闪。说实话，即使我的记忆中没有温源这个人，但不可否认的是，她长得实在是漂亮。即使现在鼻青脸肿的，我也能看出来她是个美人胚子。更何况她身上还有一种独特的清冷气质。温父温母注意到我微妙的表情，一把就把温源推到了我身上。我连忙躲开，温父温母又上前拽着我的手陪笑道：“女婿啊，你看，我把这死丫头找回来了，还打了一顿，这样你解气了吗？要是你解气，你再打，想怎么收拾都行，只要别要回彩礼，我们都不干涉。”听到这话，温源抬起头看我，眼底带有淡淡的恨意。我叹了口气，不明白他们这样做的意义。我说了，真没必要。我对您的女儿不感兴趣，我根本不认识她。就算你把她带回来，又能怎么样呢？听到这话，温源一脸震惊地看着我，面上还带有淡淡的嘲讽。徐文山，你还要装失忆吗？我说了，我只是想给余年留一个孩子。你的心胸怎么就这么狭隘呢？我被打成这样，你开心了吗？被一而再再而三的纠缠，我的耐心早就被磨没了。这位小姐，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你，我也不想管你回不回来，我只想要回属于我们家的那80万，你懂了吗？如果你们执意如此，我只能通过法律的手段维权了。爸妈，送客吧，我不想跟他们多废话什么了。温父温母又再一次被赶出门，温源肉眼可见的慌张，一脸乞求地看着我。文山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把我忘了？我没工夫应付他。
推着他就往门外走。我说了，我不认识你，如果以后你们执意要来打扰我，我就报警了。温源还想解释什么，但被我一把推出了门外。应付这些奇奇怪怪的人，真是耗费了我不少脑细胞。1个月后，我爸我妈追回我们家彩礼的民事案子也成功开庭，温父温母败诉，80万将全额退还给我们。确认自己身体没有什么异样之后，我就让爸妈离开了。这么大的人了，也不好让父母像照顾小孩子那样照顾自己。我的存款数目完全可以支撑自己衣食无忧的生活很多年。我向公司主管递交了辞职信，准备在家里好好休养一段时间。我不管从前的自己是什么样的，现在的我只想过自己平平淡淡的小日子，每天撸撸猫遛遛狗，这就够了。其他的事情我不想奢望，也不敢奢望。我以为自己此生和温源会再无交集，没想到半个月后，我又在家门口看见了他。这么长时间没见，温源脸上的大部分伤都痊愈了，但倒是比前段时间瘦弱了许多，身上穿着不合身的宽大的连衣裙。看见是他后，我下意识地想赶紧关上门，没想到温源却伸出一只脚死死挡住。为了不对他造成意外的伤害，我只能作罢。文山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有我，不然你不会放我进来。温源泪眼婆娑地看着我，像受了什么天大的委屈。我表面假装淡定，心里却已经翻了无数个白眼。你会不会太自恋了？要不是你伸脚挡着门，我才不会放你进来。要是那你弄伤了你额我咋办？温源脸上闪过一丝尴尬，但很快又恢复成刚才那副委屈巴巴的样子。记得你说过，你最喜欢吃我做的饺子，我今天早上6点就起床和面了，你试试对不对你的胃口？温源把保温盒放在桌子上，从厨房拿出了一个小碗，盛了满满一整碗后递到了我手里。我想推回去，但温源却死死端着碗不动。如果你不尝尝，那今天一整天我都赖在这里。没办法，我只能接过来，浅尝辄止地吃了一个饺子，硬着头皮咽了下去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温源两眼放光地看着我，想从我脸上看到满意的表情。我沉默了一会，还是选择实话实说：你挺厉害的，毕竟要找到比你这还难吃的饺子确实不简单。饺子皮没熟，里头的肉馅像是打死了卖盐的一样，做得很好，下次别做了。听完我说的话，温源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，也不好意思把剩下的饺子给我吃了。那你现在有想起来什么吗？文山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你真的忘得了我吗？我摇了摇头，不是忘记了，我压根不知道有你这个人。温源似乎被我的一番话打击到了，眼里立马蓄满了泪水。文山，我求求你，再仔细想想，我真的不能没有你。他哭得梨花带雨，我的心里却没有一点动容。老是赖在别人家，真的挺不礼貌的，不如你早点回去吧。温源似乎是受到了什么沉重的打击，整个人都往后倒退了几步。你真的这样想吗？文山，我是真的爱你，我承认从婚礼逃走是我的错，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。你能原谅我这一次吗？我摇了摇头，把桌上的保温盒重新塞回他手里。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慢走不送。温源两眼哭得通红，后退着离开了我家。可能是被我说的话伤透了心，接下来的1个月，温源都没有再来骚扰我。我和发小张弛也在大学班长的邀请下，一起参加了高中的同学聚会。文山，你猜今天谁也回来？饭桌上，发小张弛故作神秘地和我说。我不明所以，低声问他：谁呀？和我你还卖关子啊？张弛偷笑一声，
伸出食指戳了戳我的肩膀。江清月啊，从小跟我们一起长大的，后来不是出国了吗？他昨天还联系我说要来参加同学聚会呢。我轻轻点了点头。江清月这个人我一直都有印象，他就住我家隔壁，小时候还和我和张弛一起玩过泥巴呢。你反应怎么这么平淡啊？你不会不知道人家小姑娘之前暗恋你吧？啊，什么时候啊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张弛拍了下大腿，一脸懊恼的样子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当时初中的时候，小姑娘和我说她暗恋你，问我怎么追，后来还没来得及追，就被她爸妈带出国了。我忘了告诉你了，山哥，你小子可真是有艳福。江清月现在不仅是实实在在的海归派，长相还能甩温源好几条街呢。我瞥了他一眼，张弛立马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做了一个用拉链封嘴的手势。我被逗笑，便没再多说什么。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，带我一个呗。江清月笑着进门，在我旁边的空位坐了下来。一码归一码，江清月现在的样子，真是完全看不出她是小时候和我们一起玩泥巴的那个小女孩。多年未见，我们之间也并未有什么隔阂。很快，我们三人便聊得热火朝天了。没想到下一秒，冰冷的酒水就溅到了我的小腿上。转头一看，温源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江清月后面，手里拿了一杯加冰的鸡尾酒。江清月被迫愣了，反应过来后，立马从座位上站了起来。我起身，把身上穿的外套脱下来，罩在了江清月的头上。温源，你有病吧？你带我们同学聚会上发什么疯啊？张弛气不过，站起来指着温源就破口大骂。温源没有理会他，仰着头看我。文山，要不是我在你手机上装了定位，我还不知道你会背着我和别的女人聊得热火朝天呢。温源现在的样子，在我眼里无异于一条疯狗，我真是不知道他竟然会疯狂到这个地步。疯子，我说了我不认识你，你为什么要一直纠缠我，还迁怒到其他人头上？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温源丝毫没有后悔的意思，转而把矛头指上了江清月。你这女人怎么这么不要脸呢？我都怀了徐文山的孩子了，你居然还勾引他，连一个有妇之夫你都不放过吗？温源的话刚说完，半个屋子的人都扭过头看我，一脸看戏的表情。我再也忍受不了温源的无理取闹，把被泼了满身酒的江清月拉到怀里。麻烦你把刚才的话再重复一遍，我录个音，到时候就警察局报案。你没有证据就随随便便污蔑我，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温源没再敢说什么，只是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以前的我或许能够迁就他，他现在对我来说只相当于一个陌生人，还是一个到处给我找麻烦的陌生人，我自然不会给他什么好脸色。温源看我软硬不吃，只能拿出苦肉计来博得我的同情。文山，江余年一直在骗我，他在老家娶过媳妇了，也没得什么癌症，只是他老婆生不出儿子，他爸他妈才让江余年来骗我给他生孩子的，我也是受害者呀。文山，如果你愿意原谅我，我让肚子里的孩子随你姓好吗？我差点笑出声，不过是被气笑的。对不起，我没有随随便便给人当爹的习惯，你自己造的孽自己偿还吧。温源张了好几次嘴，想说什么，最后却还是保持沉默。混乱中，张弛已经到门口把保安叫来了，温源被保安拖了出去，整个过程都没有挣扎。看到温源被拖走，我整个人都松了口气，希望从此以后他都不要再来打扰我。突然我意识到江清月还被我拦在怀里，
我连忙松开抱着他肩膀的那2只手。你没事吧？冷不冷啊？江清月摇了摇头，脸上罕见地带着一抹红晕。明明之前只是把江清月当成普普通通的异性朋友，可是如今看他整个人都被我揽在怀里，我的心跳却异常的快。江清月似乎是意识到了，脸变得更红了，两手轻轻抚上我的胸口。你还好吗？听说温源骚扰你很久。我笑着摇了摇头，没事的，反正他在我这里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。现在如果他再来骚扰我，我就只能采取法律的手段来应对他了。江清月低着头，语气也带有了几分不自然。其实我可以扮演你女朋友的，好让温源知难而退。就是你可能不知道，我其实初中的时候就喜欢你了。我不是想和你早恋啊，只是心动。我可是个好女孩。我被江清月略微慌张的解释逗笑，烦闷的心情都一扫而光。以前的人和事都和我无关了，我不会再为那些无关紧要的人付出任何情感。相处了几个月之后，我和江清月确定了恋爱关系。由于我们从小就相互熟知，双方父母也十分满意我们俩的交往，将婚期定在了半年后。在这半年的时间里，我和江清月策划了一场蜜月旅行，祖国大江南北的风景和文化全都被我们尽收眼底。和江清月在一起的这段时间，我好像第一次体会到了人生的意义。我也再也不用羡慕别人的爱情，因为江清月就是那个全心全意爱我的人。半年后，我和江清月从大理飞回来，和双方父母一起筹备婚礼。结婚的前一晚，张弛约着我和江清月出门吃夜宵。从他的口中，我得知了温源和江余年这半年来发生的种种。原来温源的父母知道自己的女儿怀上江余年的孩子后，连夜把温源抓了回家，以他肚子里的孩子为要挟，让江家给彩礼钱。结果江余年的父母不知道从哪里得来的方子，算出温源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，便从此对他不再过问。温源的弟弟没了婚房和婚车，天天为了出气把温源当沙包打。温源被打到流产，又没有得到及时救治，最终死在了那个地下室。江余年外出打工被骗，断了一条腿和胳膊，才成功逃出来。再次听到有关他们的近况时，我只是唏嘘，当作普通八卦听听就过去了。婚礼结束当晚，江清月躺在红床单上和我撒娇，你说为什么不是你先喜欢我的？你现在必须给我表白100遍，不然我不理你了。我笑了笑，把他搂在怀里，轻轻亲了亲他的脖子。江清月，我爱你，我的余生也都是你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